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第19个视频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本的买房记。在说买房之前，先来说说日本租房的情况。我是在2016年7月31日来到的日本。在我入职到我这家公司之前，我是在东京的23区居住。在东京的房子的格局是这个样子的 2LK， 就是说有2个卧室和1个厨房。这个房子在东京23区的大田区，离车站只有1分钟的路程，房租是9万日元。由于当时刚来日本，工作不是十分稳定，所以家里也没买什么家具。家用电器中只有1个小冰箱和1个小洗衣机，所以搬家的时候非常方便。来到我现在居住的小城市之后，我们还是租房子，格局是这个样子的3LK， 就是说有3个卧室和1个厨房。这个房子离车站的距离是需要走路20分钟，所以即使这个面积比以前的大，但是房租只有6万日元。当年在这个 apartment 居住的时候，我们家只有1台自行车。在这种城乡结合部生活，没有车的话真的很不方便。但是当时我刚刚来日本，经济上十分拮据，只能先以自行车来代替。这种能载小孩的自行车在日本叫妈妈车，新车卖10万日元左右。为了省钱，我当时买的是二手车，同时为了省运费，我坐了1个小时的车，直接去卖家那里把自行车骑回来，大约50公里，我骑了整整1个下午。日本有非常多的自行车爱好者，所以一路上也经常能遇到他们。他们都是骑那种专业的赛车，每个从我身边超过我的人，他们都一定会回头看看我，他们心里一定会在想，这哥们儿才是真正的自行车爱好者，没有专门的自行车，就直接骑妈妈车上路了。有了妈妈车之后，大 H 也上了日本的幼稚园，我和妻子就带着2个小朋友，准备四处看房子。我们看了很多个房子之后，发现日本房子普遍存在着一些的共同特点。日本的房子一般都有4个房间，1楼有1个榻榻米的日式房间，2楼有3个普通的房间，价格一般都在3500万左右。浴室是一个封装好的整体房间，直接镶在房子里。这样的话，可以使浴室的水蒸气完全封闭在浴室里。浴池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把浴池里的水自动加热。这样的话，今天泡澡用过的水，明天还可以继续用。每个厕所的马桶都带这种冲水功能。最后我买了这个房子，这是我们小区里的最后一个没有卖出的房子。这个小区的其他的房子的价格是3500万左右，我这个因为是最后一个房子，所以价格非常便宜，达到了2600万。最后中介又帮我讲价讲签了100万，最终以2500万成交。这个房子的土地面积是124平米，一共有2个车位，去掉2个车位，剩下的面积是盖房子的面积，房子的面积是93平米左右。我比较喜欢玩单杠，所以我在我的院子里做了一个单杠，平时不锻炼的时候还可以晾衣服，非常方便。我们这个房子1楼没有房间，2楼是4个房间。这样的好处是1楼有一个超大的客厅，大约30平方米左右。缺点就是由于1楼没有卧室，所以等到老了以后睡觉还需要上2楼，不太方便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这个户型不太适合于日本人，但是非常适合于我们。这个户型也是我看过所有房子中唯一一个1楼没有房间的户型。9月9日，详细的参观了这个房子之后，我们开始申请非正式的银行贷款。在日本，申请正式的银行贷款之前，有一个必须的步骤，叫做非正式银行贷款。虽然这个步骤的名字叫做非正式，其实是不可以省略的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个非正式的申请可能就是银行的底层领导来判断，正式申请是银行的高层领导来判断。这个步骤可能是为了减少银行高层领导的工作量。9月23日，银行那边又让我补充了一些材料，然后就通过了非正式的贷款申请。
通过了非正式的贷款申请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正式贷款申请肯定是会被通过的。由于我刚刚来日本1年，还没有永久居留的签证，只是临时的工作签证，一般情况下银行是不会给我贷款的。中介说这是因为我的公司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公司，所以银行才会把贷款批下来。在9月30日，我与卖主签订了合同，付了1成的首付，也就是250万日元，中介费大概是不到100万元左右，加上剩下的费用和各种税，我这次买房的初期费用大约是400万日元左右。详细的数字金额请参照这张图表。这里还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日本是个有印章文化的国家，许多地方都一定要用到印章。你的住民票上的名字一定要和印章的名字一样。有很多人住民票上的名字是汉语拼音字母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印章也是需要英文字母。住民票是写居住地的一个证明，类似于中国的户口，区别在于日本的住民票的地址可以任意更改，中国的户口的地址不可以随意更改。住民票上的名字以在留卡为准，在留卡就是代表签证的一种卡。先去入国管理局把在留卡加上汉字，然后再去市役所把住民票也加上汉字，这样的话带有汉字的印章就可以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了。这一套操作只有在在留卡上加名字需要花钱，因为需要给你重新做一张卡，其他的都没有任何费用，而且当场就能办完。我在10月5日正式签了贷款合同。这里说一下，正常日本国籍的人的话，可以零首付买房子。所谓的零首付买房子，不是房子价钱的零首付，而是包含了各种税、各种金，所有的钱的零首付。也就是说，日本国籍的人的话，1分钱都不用花，就可以住到房子里去，而且利息也非常低，一般是0.5%左右，基本上等于没有利息。但是由于我是中国人，而且刚刚来日本1年，所以我需要付房价的10%作为首付，而且中介费和各种税也不能给我贷款，而且我的贷款利率还是2.475%，非常高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当初选择了困难模式呢？但是就算这样，也比在中国买房子合算，所以我就果断出手了。在10月17日，我们正式通过了贷款的审查。10月21日，中介带我们最后确认了一下房子，看看房子哪里有问题。我们发现了几个小问题，中介记了下来，等他们都修好以后，我们就正式搬到这个新房子里了。之前说过，我们一直都没有买什么家具，家里的东西非常的少，我们都没有请搬家公司，只有我们自己就能搬家了，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少了。房子的橱柜和餐桌都是我后来买的。刚刚搬进来的时候，小 H 只有1岁多，从楼梯上滚下来2次，他滚的时候我都看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比较小，他滚的时候不是侧着身子滚，而是头和脚连到一起的那种滚，像个熊猫一样，从2楼滚到了1楼。作为一个理工男，我把之前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了。从9月9日到11月9日，这次买房子历时2个月，属于非常快的了。11月18日，我把之前租的 apartment 退掉了。12月9日，我申请了公司的买房补助。我们公司租房子的话给报销1半房租，买房子的话只给1万元补助。我之前说过租房的价格，这么看起来还是租房子补助的多。我猜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不买房子的一个原因吧。由于我有了房贷，所以在第2年的2月28日，我向税务局提出了确定申告。提出这个的话，2017年我交的所有个人所得税全部都能给我返回来。关于日本的税收，请看我的第7个视频。在3月2日，我又申请了日本的买房补助，这个能补助30万日元。
这是因为消费税由 5% 提高到了 8%， 所以能补助30万日元。现在消费税是 10% 了，申请的话可以得到50万日元的补助。把各种补助也都算进来的话，整个这次买房子一共花了378万日元。在2019年5月19日，我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年，所以可以申请贷款的重新评估，把贷款利率由 2.475% 改成了 1.275%， 每月的还款金额也从8万块钱下降到了6万7千块钱。今年又过了2年了，我准备今年再让银行评估一下，希望能把利率降到 0.1 以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次再见。